在有限的汽油资源下，救护车疾驰在加萨街头，载运因为以色列空袭轰炸而受伤的病患，还有电力运作的医院所剩不多。医院里的医护人员死命抢救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医院外头，心碎的家属哭泣捶墙，因为救不回自己的家人。待命的救护车司机不时抬头看看天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有炸弹从天而降。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打了超过半年，加萨走廊已经没有完好之地。战争爆发之初，来自台湾的无国界医生成员洪尚凯见证了无情的杀戮。就是黑暗中，然后你听到轰炸机的声音，然后坠落，然后你感受会不会被打到，然后爆炸了，那你就听到隔壁的邻居开始哭泣、呐喊，然后祈祷，然后建筑物倒塌的声音，就是非常的，就像刚才说的，就是你当下就觉得哇，战争是这么的可怕，然后不可控。那当下确实。你什么事也做不了，你只能待在那边，那祈祷，那等待一切过去。洪尚凯在2023年7月接下无国界医生任务，前往加萨服务，协助当地建制急诊医疗系统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当地的局势不稳，但抵达的前几个月没有重大冲突，生活还算安稳。只是所有行动和作业都必须先行通报哈马斯和以色列。加萨境内的武装团体跟以色列双方的通知，就说、OK， 我们无国界医生有一台车要从这边移动到这边，那我告知双方我的路径，那就算我是上班，我也是要经过这个程序，那以免被误炸。对，那但是战争发生之后，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发生。那北部又是最冲突最严重的地方，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就没有机会回到我原本工作的印尼医院去。以色列哈马斯双方杀红了眼，人道救援组织也自身难保。为难民运送食物的 NGO 世界中央厨房，就算已经通报运送路径，还是遭到以军误击，7名志工丧命，引发全球挞伐。曾经受困战区26天的洪尚凯回忆，国际 NGO 要在加萨境内移动，真的困难重重。这一次的冲突规模太大了，它就是一个区域的战争，出乎你们意料。对，而且已经超越了一个 NGO， 连更大的联合国可能都没有办法处理这一切。所以，例如说我们往南移动，那最后从拉法撤出，也是不只是无国界医生，还经过国际社会的很多共同协调，才有办法做到。那这其实也不在我们一开始预先的准备方案里面。以色列封锁加萨走廊，最初几周连救援物资都进不了，医护人员救命的任务备受阻碍，已经脏污的医疗器材也只能重复使用。在第2周左右，当地的医疗资源几乎就完全耗尽了。我指的完全是说，可能连一块干净的纱布都没有，那也没有这个止痛的药物。那我们要缝合伤口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消毒，然后也没有干净的纱布擦那个伤口。那我还记得我那时候非得要缝这个伤口，因为它出血，那没有消毒，那没有麻醉，那是一个可能3、4岁的小孩，所以就得别人把它架住，然后你还是得缝嘛，那就尽快的处理。那你就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个是21世纪，是现在社会应该发生的事情吗？
为了确保成员安全，战争之初，无国界医生决定先暂时撤离。一行人一路往南部埃及边界的拉法关口前进，但空袭范围太大，走走停停，对外的通讯也时好时坏。战争打到后来，已经是对人性的考验。还在第1个月的时候，那时候其实物资都已经非常的匮乏了。那当下，你就会看到这些人为了可能1瓶水、那1包面粉，大打出手。那时候就在挑战那个人性的底线。那也是当下我们觉得说，哇，这个地方已经失控到我们可能连保护自己的安危都有问题的状况。洪尚凯最后从拉法离开加萨，回到台湾，至今都还心系加萨走廊和当地的同事们。在被攻击的情况下，你不可能提供什么有品质的医疗照顾，而且你的人身安全都会非常的担心。所以我们也很担心现在在里面的同事，因为消息也是断断续续的。亲身经历了一场战争，洪尚凯不仅要从死神手中抢回许多条人命，还得顾及自己的安全。和平到了21世纪，对部分人来说依旧如此奢侈。未来还会不会投入战地医疗服务？洪尚凯说，作为医生，有需要他的地方就会拼尽全力。